过去2年内的克里夫兰骑士队，他们在季后赛败给了尼克队，与魔术队的较量中也打得异常艰辛。而谈到他们的未来，骑士队在获得 Donovan Mitchell 后，选秀签几乎已经所剩无几。他们为此付出了2025、2027和2029年的首轮签，还包括每隔1年的选秀签交换。他们直到2030年都没有受保障的选秀签，只有一些有条件的选秀签可以用。简单来说，他们现在不够强，无法突破季后赛，又没有选秀签，无法选新人。在过去30年里，只有 LeBron 在的时候，骑士队才有存在感。然而，他们在今年的赛季开始如旋风般袭来，以一波15连胜开始赛季，让骑士队再次成为话题。大家好，我是抗扯。今天我们来看看为什么克里夫兰骑士队其实是 NBA 中最被低估的黑马球队。上一个赛季中，联盟许多球星都受到了伤病的困扰，但很少有人注意到骑士队面临的伤病困境有多严重。Donovan Mitchell 缺席了27场比赛， Darius Garland 则缺席了25场， Evan Mobley 则缺席了32场。这些球员都是骑士队的主力，他们如此频繁的缺席，对球队造成了严重的影响。尽管如此，骑士队仍以48胜34负的战绩进入了季后赛，部分原因是东区竞争相对较弱。除此之外，这也证明了骑士队的韧性以及他们惊人的板凳深度。替补阵容中包括曾经单季平均超过20分的 Caris LeVert， 还有像是 Gorgui Dieng 和 Sam Merrill 命中率超过 40% 的三分射手。骑士队的阵容从上到下都组得相当完整，完美互补了 Donovan Mitchell 的打法。考虑到当时的伤病情况，2023-24赛季已经比预期中的好了。骑士队的得分能力一直都非常出色，只是阵容反复的变化导致球队缺乏稳定性。新赛季开始后，骑士队迅速成为联盟中进攻最有效率的球队。骑士队有超过 25% 的出手为完全空档，还有超过 44% 的时候出手前没有运球，有超过 50% 的时候球员在持球2秒钟内就出手了。这些数据显示他们的进攻可谓是行云流水，这跟他们上个赛季完全不同。是谁促成了这些变化呢？那就是他们的新教练 Kenny Atkinson。Atkinson 在多支 NBA 球队担任了很长时间的助理教练，他曾经是篮网队的主教练，那时候他们的节奏非常快，有一年甚至排在联盟第1名。后来他做了勇士队的助理教练，成为了 Steve Kerr 的左右手。Atkinson 擅长的是快速进攻与空间站位，他要求球员一定要站到底角，这一点他强调很多次。他说站到底角非常重要，一个人站在底角，队友才有足够的空间切入。即使站在底角的球员没有得到助攻，但只要有一名好的三分射手站在那里，就能大大打开进攻空间。这也是骑士队之前所缺乏的。Atkinson 明白骑士队的进攻是以他们的2位后卫为核心，所以他希望场上空间最大化，让他们能够自由发挥。当 Atkinson 接任教练后，他实施了快节奏的进攻，骑士队的进攻节奏从去年的联盟第24名上升到第8名。快节奏的进攻非常适合这支年轻的球队，与 Bickerstaff 时期那种缓慢的跑战术进攻方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过去骑士队的进攻方式缺乏创意，基本上只是反复进行挡拆，这让骑士队的进攻变得相当可以预测。如果挡拆失败，他们就只能靠 Mitchell 来拯救。如今情况完全不同，他们的进攻变得更加流畅，每个人都站在正确的位置上，随时准备得分。除了进攻，骑士队的防守也大幅提升，这是一项早在 Atkinson 到来之前就已经建立的基础。在2个赛季前，骑士队的防守失分率就是全联盟第1，但他们在季后赛第1轮被尼克队淘汰，这也就被大家忽略了。然而，随着这些年来球员们的成长，骑士队的年轻球员也在进步，这在他们的防守中显而易见。过去4年来，他们的防守评分一直排在联盟前7名内。他们彼此之间熟悉对方的习惯与动作，这让他们能够很有效的补防。当 Jarrett Allen 和 Evan Mobley 同时在场上时，他们的防守非常的窒息。
如果他们从来没有受伤，那骑士队很可能连续3年都是全联盟防守第1的球队。然而，他们并没有得到太多球迷的认可。相比于其他球队，像是灰狼队，骑士队的内线常人更有用。他们比一般的内线球员更敏捷，就算是防守外线球员也不是问题。除了2位7尺长人，骑士队还有1位被低估的3D 球员丁威德。你们知道吗？在所有上场时间超过20分钟的球员中，丁威的个人防守失分率进入了全联盟前10名，这非常不可思议。在每100次持球中，他还拥有全联盟最多的干扰球与无球掩护助攻。丁威是一名低调但很努力的球员，他的拼劲让他成为了骑士队防守体系中的第3位关键球员。几年前，骑士队决定围绕2名后卫 Donovan Mitchell 和 Darius Garland 来组队，然而唯一的问题就是他们的身材过于矮小，而且从来都不是以防守出名的球员。解决方法也是简单明了，让其他位置的球员变大，以确保不会被对手用身材压制。我觉得他们有点像2001年 Allen Iverson 的76人队，那支球队是一支防守强队，由一个顶级的小个子得分手带领，并借由队友的长处来弥补他的短处。当年的大个子球员帮助 Iverson 抢篮板，帮他防守，让 Iverson 只需要担心得分的问题。最后他们闯入了总冠军赛，以4-1败给了湖人队的 OK 组合。很少人会拿这2队相提并论，但我觉得他们蛮像的。东区的现况是这样的，塞尔提克还是最被大家看好的球队，其他球队还远远无法达到那个等级。东区中最好的球员则被困在一支冠军希望渺茫的球队。可以说，除了塞尔提克，骑士队和其他东区球队有着相同的机会闯入总冠军赛。目前他们的处境并不算差，他们将所有筹码都压在了 Donovan Mitchell 身上。就个人而言，他已经证明自己不负众望。就球队而言，他们也已经表态，这是 Mitchell 的球队，他们也做得非常出色，打造了一支能与 Mitchell 互补的球队。好的，今天就到这里。你觉得今年 Donovan Mitchell 会像当年的 Iverson 闯入总冠军赛吗？留言告诉我。非常感谢你们的观看，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。我们下次见。